在视频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真屏下摄像头对你来说会成为购机时的一个重要卖点吗？会的可以打个1，不会的可以打个2，可以先走一波弹幕。从去年到现在关注新机的小伙伴呢，应该会发现，去年比较火的屏下摄像头，今年各家手机厂商似乎是不怎么吹、不怎么推了。比如去年 OPPO、小米、中兴都轮番宣传过自家的真屏下方案的优势，都声称经过几次迭代优化，解决了屏下相机的自拍效果等等。当然 ，OPPO 的真屏下到现在依然没有量产落地，小米和中兴呢都发布了自家的真屏下量产机型，但是定位上两者有明显差异。Mix 呢是把真屏下作为5000档的一个重要卖点，而中兴呢更多的是放在2500的终端机型上试试水。但最终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Mix 作为 Mix 系列断更许久后的重磅产品真屏下摄像头加持下，综合产品力并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成了去年著名的跳水运动员。而中兴的 XO30 屏下版虽然说定位终端，但是也没有因为真屏下摄像头这个卖点在2500档突围表现平平。所以从目前整体的市场反馈来看，大家似乎对于真屏下这个卖点都不太感冒，甚至由于目前真屏下摄像头方案的整体效果主动劝退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既然谈到了全面屏，就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近些年手机屏幕形态的变化。当年 Mix 1代可以说是惊艳全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Mix 1代呢确实也推动了全面屏的加速到来。因为彼时的智能手机大多呢都是宽额头、宽下巴，用的还是16:9的屏幕。而在随后的2年时间里，各家手机厂商也开始进入了屏占比疯狂对标的阶段不同的屏幕分装技术、不同的屏幕比例以及不同屏幕形态，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比如说 COF 屏幕分装技术可以将传统的屏幕 IC 电路弯折，来降低下巴的宽度。COP 分装的代表应该就是爱芬泰了，可以同时将排线和 IC 电路部分弯折到背面，进一步缩小下巴的尺寸。所以从17年到19年，几乎每家手机厂商都会在发布会上强调一下自己的屏占比数据，一路呢从70%左右飙升到了100%以上。对，你没看错，确实有厂商宣传新机屏占比超过了100%，因为用了2块屏幕。当然，大部分常规机型都是通过让手机的额头下巴不断缩小来提升屏占比的。为了保证前置摄像头能正常使用，顶部额头呢也从大刘海、小水滴、挖孔逐渐转变。另类的方案也有，比如说 Mix 3、Magic 2，为了让正面屏幕完整一体，都采用了滑盖全面屏，前置自拍需要滑动手机露出摄像头部分。Mix 3发布会上还甚至宣传了滑盖全面屏可以打快板，用来解压。这个方案的缺点是容易积灰，同时滑盖的缝隙公差有点大不同批次缝隙表现呢也是不同。努比亚 X、vivo Nex 双屏版为了让正面屏幕完整一体，都取消了前置摄像头，通过背面增加一块副屏，让需要自拍的用户直接调用后置摄像头进行自拍预览。而且努比亚 X 的这个副屏呢，还通过特殊的涂层，让它在熄屏状态下看起来和后盖的颜色呢比较接近，保证了一体性。这个方案的缺点呢是可靠性比较弱，毕竟正反都是屏幕另外内部堆叠的关系，游戏时机身发热呢也是比较大的，不利于散热。当然，全屏形态百花齐放的时间其实也挺短。到了2019年，滑盖、双屏等等方案呢，基本被升降摄像头取代，而且这个方案也迅速被下放到了1500元左右的机型上。所以2019年采用升降摄像头方案的机型比比皆是大家熟悉的有 Redmi K20 系列、荣耀 9X 系列、OPPO 的 Reno 系列、一加7 Pro、vivo Nex 3等等。原本大家以为升降摄像头方案会成为接下来更多机型的标配但实际上升降摄像头方案的生命周期呢也不长随着 5G 时代到来，手机内部呢需要塞入更多的射频天线、更大电池、更好的散热，升降摄像头方案本身占空间厚重的缺点呢就被放大了。到了2020年，安卓阵营这边呢，大多数的5G 旗舰新机又变成了挖孔屏并且区域统一。新的挖孔屏方案前置摄像头尺寸的大幅缩小，对于屏幕的视觉观感影响呢也是越来越低。而采用刘海屏设计的机型，基本都集中在3D 结构光的 iPhone， 或者说支持3D 人脸识别的华为 Mate 系列。但是对于一部分已经看惯了真全屏的用户来说，屏幕上有个小黑点，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些强迫症。所以那会儿呢，网上也有不少网友表示等真屏下摄像头出来，我肯定买反正我又不自拍。而且从各家当时的宣传资料来看，真屏下方案确实挺完美的。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之前升降摄像头方案的厚重问题可以不用继续忍受半径机的困扰。第二点呢是完美无开孔的真全屏，专治各种强迫症。还有呢，就是自拍效果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前置成像呢也不再是问题。但是当这些真屏下摄像头机型真正量产出来之后，和理想中的效果依然有很大差距。首先是厚重问题，并没有因为真屏下摄像头方案本身而解决。毕竟这2年火龙处理器大家都需要堆散热、堆电池，如果是顶级旗舰，那么机身的材质必定不能是塑料，也少不了堆相机。Mix 4陶瓷机身，裸机实测重量呢也有226克，一点也不轻中端入门机的 XO30 屏下版虽然说轻，但是塑料中框、大塑料支架，质感不行。
不过核心问题还是在于真屏下摄像头方案没有实现大家理想中的真全屏效果。无论是 Mix 4还是中兴的 X-30，随手一看还行，但是你一细用呢，会发现屏下摄像头位置的显示效果依然会和其他区域存在显示差异，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屏下摄像头区为了提升透光率、子像素排列、子像素的发光效率都和正常显示部分的有差异。比如说文字显示精细度差一截，有些纯色图片看起来像是局部烧屏后的效果，同时也无法高亮显示比如说中兴的这款屏下摄像头机型，分值亮度呢只有450尼特。Mix 4在高亮度显示时呢，这部分会用一个小太阳图标替代，避免高低亮度差太大。还有呢，就是很多第三方应用调用前置摄像头时会出现大挖孔或者说大水滴，感觉呢更适合叫做真全屏 0.7， 或者说叫挖孔屏半透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前几年旗舰机大家都停留在 Full HDR 的分辨率，但随着2021年旗舰机屏幕素质大卷，大家基本都步入了 2K 120Hz 顶级屏幕的行列。但是真屏下摄像头方案无一例外都是 Full HD+ 屏幕，相当于为了实现真全屏 0.7， 你的屏幕素质呢要从90分降到70分明显是得不偿失的。自拍方面呢就更不用说了，目前真屏下方案的自拍效果都是如梦如幻，尤其是遇到逆光场景对于不怎么喜欢自拍的同学来说，这点倒是无所谓。受影响的主要还是日常的人脸解锁体验，光线衰暗的环境，人脸解锁呢会有一定几率失败。所以今年手机厂商基本不怎么主推真屏下摄像头方案，或者说真屏下摄像头方案不再成为一个主要卖点的原因呢，很简单，那就是副作用太大，得不偿失。手机全屏形态经过几年发展，大家对于高屏占比的新鲜感早已不再是2016年 Mix 的初代到来时那种感觉了。真屏下方案带来那种新鲜感，可能还不如 S2 Ultra 这种方正微曲面设计的屏幕形态来得强。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手机全屏形态发展史以及2022年真屏下摄像头方案为什么不香了的个人解读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一波，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